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3月10號，今天是3月10號。好，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的工作。那麼今天是星期二，也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今天我們來說一則算是成語故事哦，父子騎驢。父子騎驢它是一個成語，這個成語的背後也有一個典故。好，歡迎 Mandarin， 歡迎佩霞，歡迎春嬌，歡迎顆粒顆粒最近都有來聽我的節目謝謝顆粒的支持。好，那麼父子騎驢這個成語，以後大家聽到了這個成語要知道它的意思，因為今天我們會把這則故事告訴你們，以後你們就知道哦，如果有人說父子騎驢你就知道原來它是這個意思對，典故。Hello 裴靜。好，那麼我們就開始來講故事吧。首先我們要知道驢是怎麼樣的動物就是英文的 donkey。好，這個叫驢。馬你們都知道對不對？那驢就是這種動物。那在中文裡面我們會講驢子。一般來講我們會講驢子，你也可以講驢就可以了你可以講驢子或驢都可以。好 ，OK， 驢子。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從前有一對貧窮的父子，一天父親決定帶兒子去城裡賣驢。艾雲說他聽過這個故事了。Hello Henny。好，從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貧窮。好，貧窮就是沒有錢貧窮可能他們沒有錢買東西吃，可能沒有錢生活貧窮的父子就是爸爸跟兒子。一天，你也可以說有一天父親決定帶兒子去城裡賣驢。原來他們有一頭驢。那他們因為沒有錢了，他們的生活很窮所以他們必須賣驢來換一點錢，對不對？好，我們往下看。他們牽着驢慢慢走在路上。好，牽是什麼意思呢？牽就是可能你手牽着手，手牽手，或者你的手拉着繩子，然後呢帶着馬、驢或甚至狗，你也可以用牽我們一般都會這個給狗繫繩，對不對？繫了繩之後呢，狗會跟着你，你就可以遛狗。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個動詞，就是牽。你可能牽的是小孩的手，你可能牽的是狗的繩子都可以叫牽那這個動作叫手牽手。如果你跟一個人的感情很好，你們可以手牽手，或者你們是親人的關係，你們可以手牽手好，那他們牽着驢，那大家就看到了這個驢它的脖子上有一個繩子，那我們就拉着繩子，這個就叫做牽牽着繩子好，或牽着那個動物牽着狗，牽着馬，牽着驢。你也可以牽着你的孩子，牽着你的爸爸好，可以手去拉一個東西叫牽，手拉手也可以Hello 宋平秀秀。好，兒子問爹，我們為什麼不騎驢呢？走路好累呀。好，那兒子就問爸爸，老師什麼叫爹？以前的人叫爸爸叫爹，或者是爹爹也可以，爹或爹爹那以前的人就會用這個稱呼爹爹。那現在呢，我們都叫爸或爸爸好，我們為什麼不騎驢呢？我們如果騎在驢上面，我們就很輕鬆，走路不會累，对不对？哎呀，走路好累啊，我好想騎在驢子上好，我們往下看。
父親拍拍兒子的頭說：“這頭驢還要賣錢，我們先讓它休息。”好，那我們說拍就是這個動作，拍兒子的頭，所以我們中文說拍頭，拍頭。這頭驢還要賣錢。好，賣錢，如果你把驢賣錢了，你就可以拿到錢了。我們先讓它休息。好的，那所以呢，爸爸的意思是這頭驢之後要去市場賣錢了，那所以不要讓這頭驢太累了哦。好，我們往下看。他們走了幾里路，遇到幾個路人，路人小聲議論：“這對父子真笨，有驢卻不騎。”好，那父子倆走了幾里路 ，several mile， 幾里路。好，這個表達很好哦。好，你們慢跑了幾里呢？跑了幾米，對不對啊？我們說米就是 meter， 那幾里是 mile， 米是 meter 啊。好，他們走了幾里路 ，they walk for several miles。他們走了幾里路，遇到 like bump into。Run into， 如果你遇到一個人，可能你不是計劃要遇到這個人，是你不知道你會遇到這個人，所以當你遇到一個人，一般是你不曉得你會遇到他，好，就是 like run into， 巧遇，我們中文可以說巧遇，好，遇到幾個路人，好，沒有計劃碰到面了，可以說遇到，或中文說巧遇。好，路人小聲議論。好，議論就是有點像 gossip， 議論哦。好，一般來講議論這個詞是稍微有一點負面的，一般是說別人的事情，八卦八卦別人的事情，我們會說議論，小聲的好，這對父子真笨，有驢卻。好，卻一般接一個相反的情況，卻不騎。有驢，你們父子倆可以騎在上面呢，你們為什麼用牽的呢？有驢卻不騎好，艾雲說為什麼不是買驢？艾雲，因為他們有一頭驢啊，他們要拿到市場上去賣啊，把這頭驢賣掉，他們才有錢啊，所以一定是賣驢。那賣錢是算是一個常用的表達，就是你把商品換成錢叫賣錢，把商品換成錢，那我們中文會說賣錢。好，那這個 Mandarin 說這些路人真是多管閒事，對啊，管那麼多幹嘛？別人想要牽驢，別人想要騎驢，那是他們的事情啊。好 ，OK， 我們往下看。兒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爹，要不我騎驢吧？”父親點點頭：“好，那你就騎吧。”好，那這個要不，通常你會表達一個建議，一個 advice， 一個 suggestion。下雨了，要不我們待在家吧？就像英文的 How about？ 通常你用要不的時候，你是提供對方一個建議，一個很口語的表達，所以比如說我肚子有點餓，要不我們煮水餃吧，要不我們去外面吃吧。好，這個要不就像英文的 how about。 好，有點不好意思 embarrassed， 不好意思的說：“爹，要不我騎驢吧，不然路人說我們有驢卻不騎。”他有點尷尬好 ，Hello Bryce。好，所以各位同學，這裡這個要不這個表達，請你們記起來。那父親點點頭表示同意，好，那你騎吧。好，到這裡大家有沒有問題？好，沒有問題，我們往下看。好，那兒子就騎在驢上了，對不對？過了沒多久 ，like not long after，
他們又遇到另一群人，有人看到兒子騎驢就說這孩子太不孝了。那為什麼有路人說這個孩子太不孝了呢？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兒子騎在驢上，爸爸牽着驢，所以有人覺得應該是爸爸騎驢呀，怎麼會是兒子騎驢呢？這個兒子真不孝。什麼叫做孝呢？孝就是你聽父母的話，體貼父母，做父母喜歡的事情，叫孝。那不孝就是你不體貼父母，你不聽父母的話，叫不孝。不孝。所以有路人說這個孩子太不孝了，應該讓爸爸騎驢，怎麼會是孩子騎驢呢？好 OK。 對啊，做什麼事情一定都有人會批評，對不對？好，那麼我們往下看。好，對，我們中文會說孝順，對不對？你是個孝順的人嗎？就是你是聽父母的話，體貼父母的人嗎？好，兒子聽了立刻臉紅了，他的臉紅了 ，blush， 臉紅了。為什麼他臉紅？他覺得尷尬，他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呢，他跳下驢說：“爹，還是你騎吧。”父親想了想，就騎上驢。好 ，OK， 所以剛剛是兒子騎驢，對不對？但是路人議論了幾句之後，兒子尷尬了，他臉紅了，他不好意思了，他跳下驢說：“爹，還是你騎吧。”父親想說，剛剛有路人在議論，好吧，那換我騎吧。好，所以父親就騎上驢了啊。好，有新同學啊，歡迎你。好，那又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往後看啊。走到半路，又有路人說：“這父親真無情，怎麼讓孩子走路呢？”好，走到半路，好，我希望大家把半路這個詞記起來啊，就是 halfway。半路這個詞我覺得很棒哦 ，halfway。好，我們曾經學過一個成語叫半途而廢，對不對？半路跟半途的意思有一點像哦，但是半路是更口語的一個表達。走到半路 ，halfway down the road， 走到半路，又有路人說：“這個父親真無情。”好，無情就是沒有感情。就是像英文的 ruthless， 無情就是你對別人沒有同情心，你對別人沒有感情，你對別人不好，甚至你對別人很殘酷，這個都是無情的表現哦。無情，這個父親真無情，怎麼讓孩子走路呢？應該要孩子年紀這麼小，應該要讓孩子騎驢，這個父親這麼健壯，應該要在下面走路，又有路人這樣說了。所以啊，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很多人真的是很喜歡多管閒事啊，就是別人的事情你管什麼，對不對？多管閒事哦，真的是多管閒事。但是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多管閒事的人還真多呢。不管你做什麼事情，一定有人會批評你，做得好也批評，做不好也批評。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哦，所以我們要怎麼辦呢？我們要相信自己的選擇，我們要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但是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你不可能取悅每一個人，你不可能取悅每一個人，做一件事情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開心哦。好，對你，我們不要去在意別人的眼光或別人說的話哦。很多人真的很喜歡多管閒事，很喜歡說閒話。我們沒有辦法取悅每一個人的哦。對，我們做好自己就好了。父親聽了覺得很尷尬，尷尬就是不好意思。那可能父親臉紅了，對兒子說 Talk to his son， 對爸爸說啊，對兒子說，那我們一起騎驢吧。好吧，
既然有人說兒子騎驢不孝，爸爸騎驢很無情，好吧，那爸爸跟兒子都騎在驢的背上吧。哦，好 ，OK， 好，取悅別人就好了哦，秀珍不用加於，取悅別人，我們沒有辦法取悅每一個人哦，不用加於哦，取悅別人。好，所以父子倆他們一起騎驢啊，一起騎驢啊。父子一起坐在驢背上，又有人搖頭說：“太狠心了，驢子都快被你們壓死了。”好，所以父子兩個人一起騎在這個弱小的驢背啊，驢上面啊。那這個驢背就是驢的背，驢的 back 就 donkey's back 啊，驢背上啊。好，又有人搖頭說：“如果你搖頭，可能你想表達你不同意這件事情，你不認同，或者你覺得對方做了你不喜歡的事情，你會搖頭啊。通常表達反對、不同意，或者你不喜歡對方做的事情，你會搖頭啊。好。太狠心了 ，You are so cruel， 太狠心了，驢子都快被你們壓死了。好，壓這個動作是壓，好，這個叫壓 crash。好，那兩個人坐在驢背上，驢子當然覺得很重，所以快被壓死了，快了。好 ，is about to 快的了，我們加個了。好。驢子上他們好，驢背上，對不對啊？一起坐在什麼上？坐在驢背上，對不對啊？好，明敏說這個驢子這麼弱小啊，你可以說弱小。這個驢子這麼弱小，兩個人坐在驢背上，這個驢子可能會被壓死，還真的呢。或者你說被壓垮。你可以說壓垮或壓死都可以哦。怎麼做都有人會批評誒，兒子坐驢上不行，爸爸坐在驢上不行，兩個人都坐在驢背上也不行。那怎麼辦呢？好，我們看看，最後 at last finally 最後父子加個逗號對，壓垮很好，秀秀好，我這邊加一個逗號壓垮好，也是like crash collapse。最後父子兩人把驢子扛在肩上趕路。好，路人看了又嘲笑他們是傻子。好，什麼叫做把驢子扛在shoulder 肩上呢？就像這個圖片裡的爸爸跟兒子把這個弱小的驢扛起來，好，然後放在他們的肩膀上面，扛在肩上。怎麼會有人這麼做呢？看起來好像笨蛋一樣，對不对？好，路人看了又嘲笑他們是傻子，傻子就是笨蛋 ，stupid person， 傻子。好。這個就已經各位同學，你覺得這對父子為什麼要做這種違反常理的行為？我覺得因為他們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了，太在意別人的想法了，所以我們正常人是不會把驢子扛在肩上的。那因為他們太在意別人的想法，他們想要取悅每一個人，搞到最後做出了不正常的事情。結果反而讓別人去嘲笑他們。我們有時候可能也會這樣可能你覺得爸爸這樣說好像也對，媽媽那樣說好像也對，老師這樣說好像也對，最後你做的決定四不像。這個決定不是你喜歡的，也不是每一個人喜歡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對，很諷刺，對不對？所以各位同學，有時候我們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反而什麼事情都做不好，對不對？那各位同學，就像你們學中文，
有的老師說語法好，有的老師說詞彙重要，有的老師說你要聽播客，有的老師說你要看書。每個老師都有不同的想法，你也想要這樣做，你也想要這樣做，你也想要那樣做，到最後什麼都學不好，你的中文完全沒有進步。所以各位同學學中文也是這樣哦，有時候你會陷入父子騎驢的兩難，你不知道該怎麼辦。你想取悅每一個人，但是你誰也取悅不了，最後自己也沒有進步，也不開心啊，四不像，對。好，這個實在是太搞笑了，對不對？啊，你可以說太搞笑了，太可笑了 ，pathetic， 太荒唐了。把驢子扛在肩上，這實在太荒唐了，太荒謬了，太可笑了。他們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了啊！為了讓別人開心，做出了奇怪的事情啊。好，父親對兒子說，我們不要再聽別人說什麼了，我們一起牽着驢去城裡吧。好，父親終於想開了，他終於了解了，我們不需要去取悅任何人，我們怎麼做最適合自己的方法，我們就這樣做吧。所以父親對兒子說，我們不要再聽別人怎麼說了，我們不要再聽別人說什麼了，我們不要再聽別人說的話了，我們一起牽着驢去城裡吧。你們想怎麼牽就怎麼牽，誰想騎驢就誰去騎驢，不用去管別人說什麼，對不對？好，但是你們會覺得這對父子太可笑了，為什麼路人說什麼他們就要照路人的話去做？我們有時候也是這樣誒，我們在嘲笑這對父子的時候，你也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是這樣？為了取悅爸爸媽媽，為了取悅自己的老公老婆，為了取悅自己的男女朋友，做出了一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或者其實你並不想這樣做，只是為了取悅別人，你才這樣做的。好 ，OK， 那這個故事就到這了。父親點點頭，父子一起牽着驢往城裡走去。他們終於想開了，他們終於想開了。好，對，這就對了嘛。你們想怎麼做，用最適合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好了。不需要去在意別人怎麼說。好，我們往下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問題。問題一，父子為什麼要去城裡？好，這題的答案是什麼呢？他們是要去城裡買菜，他們要去城裡買玩具，去買玩具嗎？還是要去城裡買早餐？他們要去城裡幹嘛？好，答對了，不是買車子哦，是賣驢。答對了，很多同學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了。父子為什麼要去城裡？他們要賣驢，他們去賣驢，把驢子賣掉。把驢子賣掉，因為他們的生活很貧窮，他們需要錢過生活，所以他們賣了驢子，賺點錢可以過生活。好，大家都答對了哦。我們看問題二，一開始是誰騎驢呢？一開始誰去騎驢？好，秀珍說父子牽着驢去賣錢。好，父子牽着驢去賣錢。對，好，父子要把驢賣了，你們可以這樣說，父子要把驢賣了。一開始是誰騎驢？答對了，兒子。一開始兒子說，爹，走路好累哦，我可以騎驢嗎？他用了一個詞 how about， 怎麼說還記得嗎？怎麼說 how about， 要不爹，要不我騎驢吧。好，所以這裡要記得這個表達要不 how about， 爹，要不我騎驢吧。然後父親點點頭，因為兒子說走路太累了
好，柯利說他們要去城裡賣不是買是賣他們的驢子賣他們的驢子好，我們看問題3，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好，這個道理就是 like lesson, inspiration, moral lessons。好，這個道理好，這個道理就像我們中文會說很有道理 that makes sense 道理也是一個很常用的表達，我們中文說很有道理 what you say makes sense makes sense 你說的很有道理，或者我們說有道理，表示你同意对方說的話，你覺得对方說的事情可行，或者是很棒，我们中文說很有道理你說的很有道理 What you say makes sense OK 好对，起初秀珍說起初他們牽着驢，後來兒子騎上了驢騎上了驢很好。對，一開始是兒子騎驢。好，佩霞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就是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想法。好，柯利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就是別聽太多別人說的話。Bryce 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應該把驢吃掉。驢肉好吃嗎？我不知道驢肉好不好吃我不清楚，我沒有吃過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別人影響。好 Mandarin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別人影響。好，佩霞說慧君說我們不應該取悅別人，我們不要去取悅每一個人。我們不是說完全不能取悅別人，而是沒有需要沒有必要去取悅每一個人我們不要在意別人的想法。好，春嬌說不要我覺得也不是一個二分法，我們做事情也不要二分法，我們做事情要有中庸之道，也不是說我們完全不用在意別人的想法，有時候我們也要當一個體貼的人，有時候這個人的想法很重要，那麼我們就要聽，對不对？不是說不在意每一個人的想法，這樣也不行。我們做任何事情要有中庸之道，不能夠二分法，我絕對不要。有時候你還是得要在意別人怎麼想，對不對？但是呢，你不用被別人的想法影響的太多不要被別人的想法影響過多對，所以各位同學，我們做事情就是不要說我完全不在意他們的看法，我完全不需要去聽他的話，我完全不需要聽我父母的話，我完全不想听老師的建議，不要那麼二分法，不是 yes 就是 no， 不是，我們有時候要中庸之道，好的建議，好的想法，你還是要聽，做事情要有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柯利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驢子比人聰明。這我就不曉得了驢子，但是肯定比人單純驢子肯定比人單純對，生活是取悅自己的過程，不是活在別人的眼光中。無論你做得多好，總有人會挑剔。很好，裴健說得很好，就是各位同學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就好了做任何事情你用了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你盡力了，就不要太苛責自己，你已經盡力了就好了，不要覺得我怎麼又失敗了不要太苛刻，不要給自己過於嚴格的標準也不要太在意每一個人的眼光好，所以各位同學，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我們不要去在意每一個人的眼光。有一些人只是想要八卦，有一些人只是多管閒事，那麼我們就不要去在意他說什麼，對不對其實我們的生活之中難免會在意別人說的話，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好，那你們也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會不會遇到這樣的困擾呢？那我應該怎麼做呢？每個人都會陷入父子騎驢的困境當中
或選擇當中，很正常。那你要怎麼去選擇，怎麼去處理，怎麼去解決，這個就很重要啊。好 ，Brett 說你喜歡八卦，我們都知道你喜歡八卦啊。好，那麼我們來簡單複習一下今天的詞彙。驢，你也可以說驢子啊，驢子，驢，這個才是驢哦，這個是馬哦，這個是驢，這個是馬哦。牽，牽，牽手，牽繩啊，牽，手牽手。議論，議論，議論。好，臉紅，臉紅，臉紅。不笑，不笑，不笑。壓，壓，壓。好，各位同學，我們先看一下這張照片哦。這個人的脖子被石頭壓住了，我們加個補語住。這個人的脖子被石頭壓住了，好，壓住了。好，那這個呢？他們正在做什麼？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這個 wrestling 中文要怎麼說嗎？大家看這張照片，他們正在做什麼 ？wrestling 對不對？就是把人摔過來摔過去。哦，這個在台灣叫摔跤，摔跤，大陸應該也叫摔跤吧？哦，這個叫摔跤，摔跤哦。柔道，這個是柔道嗎？好像是耶。好，這個這個可以叫柔道了哦。然後另外一個詞叫摔跤，大陸應該叫摔跤吧？哦，好，那這個穿藍色衣服的人不是這個腳，是這個腳，摔跤。哦，好，摔跤。大陸可能有不同的叫法，我再去查一下哦。好，那我們要怎麼用壓來表達他們現在的動作呢？就是這個穿藍色衣服的人把穿白色衣服的人壓在地上。好，壓在，我們後面加一個 position， 加一個 place。這個人把另外一個人壓在地上，壓在地上。好，所以各位同學，我們如果用壓在，我們加一個地點，壓在地上，壓在地上哦。好，好，那另外這個人的頭或脖子被石頭壓住，壓住。什麼叫壓住？壓住就是你沒有辦法動。如果你被很重的東西壓住，那麼你沒有辦法移動。You cannot move， 因為你被壓住了。所以這個住就是強調你被這個東西壓了之後沒有辦法移動。You cannot move。OK， 好，壓住哦，好，剛剛學到壓住，壓在地上哦，好 ，OK， 所以大家特別知道壓這個用法哦。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了，希望你們有學到一些有意思的生詞，然後你們也喜歡這個故事。最重要的是，我們從這個故事學到一些道理，然後你也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了父子騎驢的事情之後，你會怎麼處理？你是不是也很在意別人的想法？那怎麼辦？是不是要聽聽自己心裡的聲音？哦，好，那麼我們禮拜四見，大家早點休息，晚安嘍，拜拜。